我们生活在一个算力焦虑的时代 ，AI 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，计算能力本身正在成为新的石油。当 AI 的油箱见底，新的引擎在哪里呢？答案是量子计算。它不是 AI 的竞争者，而是 AI 的最终形态。不过，要理解这场算力革命，我们得先回头看看这个故事究竟是如何从狂热走向冷静的。也许这其中就隐藏着下一个10倍股机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Ruby 投资笔记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uby。1年前，谷歌的量子芯片 V6点燃全场，市场陷入狂热。如今，黄仁勋的一句话成为冷静思考的起点。热钱退场，股价回落，泡沫似乎散了。但你如果仔细看论文、专利、量子比特的突破，反而在加速。这不是结束，而是产业真正起步的阶段。今天我们不谈梦想，也不卖情怀，就看看谁还在冷静中布局，为未来的算力时代铺路，谁又会成为下一个英伟达呢？当市场的热度退去，真相才会浮现。2021年，量子计算是全世界最性感的故事。IonQ 上市，人间的借壳 DV 转型，资本疯狂入场，量子霸权的口号此起彼伏。但到了2025年，现实泼了一场冷水，股价腰斩，融资骤减，行业被集体看空。全球的融资规模从26亿降到不到7亿美元。对于短线资金来说，这像是一场崩盘，但对长期投资者而言，这反而是筛选阶段的开始。因为如果你看实验室层面的数据，故事就完全不一样，这代表着他们商业化的进度。自然索引和 OurCaf 的统计显示，2024到2025年，全球量子计算相关论文仍在以年增22%的速度增长。其中，企业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占比首次突破了50%，这就意味着资本在撤退，科研与产业化反而在加速。这正是冷静期的一个典型特征。泡沫退去，只剩下能跑完技术曲线的玩家。AI 如此，半导体如此，互联网当年也是如此。量子计算正在进入它最艰难但也是最真实的阶段。对于投资者来说，这不是离场的信号，而是一次重新定义谁能笑到最后的机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才是真正能跑完这个技术曲线的人呢？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场产业内部的战争，它的技术分野已经变成了一场5国混战。整个量子计算产业其实像极了科技版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只不过这一次是5国混战。接下来我们要拆解的是全球资本正在压制的5条量子计算赛道，谁能率先跑出实用算力，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英伟达哦。第一个就是超导量子，这是量产派的代表公司是 IBM、Rigetti、谷歌的量子 AI。这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路线，原理是利用超导电路中的约瑟夫森结制造出稳定的量子比特。IBM 的康恩的芯片在2025年突破了1121个量子比特，保真度达到了99.9%，三个9，但是还没有实现逻辑比特。Rigetti 的安卡斯汉芯片也在追赶84个量子比特，保真度98.5%，甚至拿下了 DARPA 和美国空军的订单。优势是制造快，生态成熟，但是劣势是冷却成本高的离谱，要维持在15毫克尔文以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超导量子是目前离量产最近的工业派。第二个就是中性原子量子计算，这是平衡派的代表公司是 Quantum Atom Computing。中性原子是靠激光阵列去捕捉原子，天然的高保真度，还能够灵活扩展。Quantum 的 Aquila 2在 AWS 的 Bucket 云端已经上线256个量子比特，可以商用访问。Atom Computing 的 Phytex 实现了1180个原子阵列，保真度99.7%。它像是一条中庸之道，成本低，扩展快，灵活好调教。第三个就是离子阱量子路线，这是精度派的代表公司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IonQ 和 Quantum New Time 两大公司。离子阱是用电磁场悬浮离子，靠激光精准控制，是目前精度最高的一派。IonQ 的 AR2 系统每量子比特保真度高达99.95%，还首次实现了逻辑比特的纠错。2025年营收将近3000万美元，订单积压超过7500万。Quantum New Time 的 H2 机器更是疯狂，量子体积 QV 突破了2万。他们拼的不是数量，而是精度极限。第四个就是光子量子，这个是想象派的代表公司 Pasquantum 以及 Xenon9。这条路线最梦幻，它是用光子做计算，不需要冷却，但能在常温中运行。更关键的是，它能直接用半导体的工艺制造。
派斯 Quantum 已经和台积电合作，共建全球首条光子量子芯片生产线，目标是在2026年前实现100万逻辑比特。Zymergen 也在加速，他们在加拿大实验室实现了光子纠缠集群的状态，保真度达到了 99.2%。光子量子就像是量子界的特斯拉，风险高，想象力更高。最后就是拓扑量子，这是终极派的代表公司就是微软和 Quantum 研究组，他要做的就是量子界的圣杯。用马约拉纳费米子实现一个天然的容错，理论上一旦成功，所有量子退相干的问题都会被彻底解决。但是现实很残酷，微软在2024年声称他们发现了马约拉纳临摹，结果这个论文被撤回。截至2025年，没人能够真正验证这种粒子的存在。拓扑量子最优雅也最遥远，它就像核聚变，一旦成功，所有的路线都得让路，但在那之前，只能是停留在梦里。量子计算的战争不是谁最聪明，而是谁最先把技术变成现金流。超导靠制造速度，离子引拼精度，光子度未来产线，中性原子走平衡路线，拓扑压制物理定律。未来3年，这场5国混战将决定量子产业的第一条商业闭环。但记住，实验室的成功不代表市场会买单。真正的赢家是能把量子变成利润的那一家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谁能最先把量子变为自己的现金流。在量子计算的故事里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条线，不是技术，不是路线，而是现金流。谁能把科研的幻觉变成商业的账单，才是能够真正活下来的公司。我们先从我前几期视频说过的那几个热度比较高的，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几个头部玩家说起。首先就是 IonQ 股票代码 IonNQ， 这是量子商业化的第一枪。IonNQ 是目前少数能做到从实验室走向客户的公司。它的客户包括了亚马逊的 AWS、微软的 Azure、戴尔、洛克希德马丁。这些客户不是为了科研的噱头，而是实打实的付费去调用量子的计算资源。2024财年 IonQ 的总订单量 Brookings 达到了6610万美元，同比增长166%。而2025年的指引更是高达1.3亿到1.4亿美元，几乎翻倍。虽然 GAAP 的净亏损仍然存在，但是它的收入结构已经从科研资助转向了商业服务费，这就意味着 IonQ 已经不再靠政府的补贴生存，而是靠市场的需求活下去。Rigid Computing 股票代码 IGTI， 这是从亏损沼泽中爬出的一个幸存者。Rigid 过去2年被不少人视为是一个反面教材，因为它的技术路线复杂，现金流吃紧。但是2025年开始，这家公司出现了拐点。Rigid 的超导芯片架构 Ankaa 在性能测试保真度中提升了 99.5%。同时，公司宣布了获得美国能源部 DOE 的新一轮量子系统合同。订单规模超1000万美元，截至2025年第2季度，Rigid手中的现金大约7200万美元。虽然还在烧钱，但是它这个节奏明显放缓。更关键的是，它和 NASA、DARPA 以及美国空军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合作，而这些合作意味着 Rigid 的客户粘性已经被国家战略绑定。第3个就是 Dewey 股票代码 QBTS， 这是量子退火的商业先行者。Dewey 的商业路线虽然不如门模型量子机性感，但是它却是全球第一个实现量子云服务商业化的公司。截至2025年，Dewey的商业客户超过70家公司，其中包括日本电信、NTT、本田、丰田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等等。在财务上，Dewey的收入同比增长60%，并且明确提出2026年前实现现金流盈亏平衡。这一点在整个量子赛道几乎是唯一一家敢喊出口号的公司。第4家又是 Infocushion 原本的 CCCX， 这是隐藏在国防体系里的量子黑马。Infocushion 是典型的低调型选手，但它背后的客户和订单却是整个行业最硬的。仅在2025年上半年，它就获得了来自美国国防部和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的合约，总额超过了1.5亿美元。它不光在做计算，还做量子传感、量子通信、量子时间同步，技术面更接近军工和 AI 融合的方向。虽然还没有上市，但是它的内部融资轮显示它的估值已经突破了12亿美元。注意，这家公司也是借壳上市的公司，大多数人想要投资这家公司的话，会选择买它借的那个壳 CDCX。所以如果有想要投资这家公司的话，要注意刚才我说的那个点。
最后一个就是 QUBT， 这是光子派的未来读图，它能够让光成为算力的新载体，长微运行，低能耗，高保真，易于量产。2025年 ，QUBT 完成了自研光子芯片生产线，并且实现了一个可控光子纠缠网络，把实验室的成果推向工业化。商业上的话，它的政府和航天订单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。它的客户包括 NASA、美国空军和国防信息系统局，同时与金融机构的试点量子随机数和加密应用。它的现金流虽然小，但是在正加速增长，显示它的技术正在转化为一个市场价值。QUBT 并不急于去跑第一，而是压制光子成为下一代算力语言的临界点。一旦这个能耗优势放大，它就有望弯道超车，成为量子计算的新赢家。那问题来了，从数据的角度来说，我们真正该关注什么，才能了解这家公司的未来发展趋势呢？答案就是，如果你要判断一家量子公司能不能活下去，不能只看新闻稿或者是融资金额，更关键的是这3组数据。第一个就是订单确认量 Bookings， 这代表了市场的真实需求，而非一个融资幻觉。第二个就是合作方的层级，看他的客户是谁，是科研机构还是商业巨头，亦或是国防机构，这就决定了它的技术实用性。第三个就是现金流和毛利率的趋势，看它是被喂养的还是具备自我造血的潜力。所以量子计算赛道不是谁最强，而是谁能活到最后。现在我们看到的 IonQ Rigid Debye Invocation， 有的已经走出了实验室，有的刚刚点燃商业引擎。但是真正的分水岭不在技术，而在从量子比特到现金流的这条生死线。也就是说，技术的尽头不是论文，而是账单。谁能把纠缠写进发票里，谁就赢了。而那些能把量子卖出订单的公司，其实已经在酝酿下一轮的产业爆发点，从算力扩展到 AI 与国家安全。过去3年，我们在资本市场上看到无数的量子概念的短期爆炒，但真正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一场跨越10年的深层战略竞争。如果说 AI 是算力的竞争，那么量子计算就是算力的终局。首先，我们得看清是谁在暗中加码量子 AI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英伟达在2025年第2季度的财报里已经公开提到，他们正在与 Quantum Machines、ClassQ、C-Quantum 等企业合作，开发量子经典混合计算架构，目标是让未来的 AI 模型在量子层面进行一个状态叠加和搜索优化。微软的俄州 Quantum 则走得更远，他们不仅将 RGTI 的超导量子机纳入云平台，还宣布推出量子 AI 训练模块实验性服务，用来探索如何用量子算法加速 Transformer 强化学习等模型。亚马逊的 AWS 也没有闲着，它通过 Braket 的项目接入了 IonQ Rigid 的量子计算设备，以统一的 API 方式开放实验室接口。简单来说，量子正在成为云巨头的下一层算力。而当科技巨头在抢算力，国家层面也在抢安全感。量子计算不仅仅是科技竞赛，更是国家安全的命脉技术。美国的能源部 DOE、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以及欧洲的量子旗舰计划 Quantum Fellowship都在以5到10年周期进行一个持续性的投资。以美国为例，2025财年国家的量子倡议法案，它的预算已经提高到了9.1亿美元，重点是投向量子通信和加密防御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IonQ Rigid Invocation 等公司频频中标政府活动。但真正决定拐点的不是政策，而是产业回流。2025年开始，一批应用驱动的量子项目正在形成回流。以 Rigid 和 Invocation 为例，他们正在与洛克希德马丁、霍尼韦尔等工业巨头合作，将量子算法用于航天仿真、传感以及新材料研发。这些领域的共同特点是，传统超级计算机已经逼近它们的能效极限，而量子计算在组合优化、分子模拟以及加密防御中提供指数级的优势。这也意味着量子计算第一次从实验室走向了产业协同阶段。那么，量子计算距离真正的临界点还有多远呢？根据麦肯锡和波士顿咨询2025年的预测，到2030年，量子计算产业将形成约800亿到12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。1000亿价值的爆发点取决于一个关键的里程碑：实现10000个逻辑比特。到那时，量子计算机在众多关键问题上将超越全球最强的超级计算机，真正进入实用级量子优势的时代。
目前全球所有的公司仍在百级规模徘徊，这既是差距，也是巨大的机遇。过去5年，我们在量子赛道上看到了泡沫、幻觉、挫败与坚持。但如果你冷静地去看，保真度在提升，逻辑比特在延长，算法在实用化，订单在积累，这不是一个讲故事的行业，而是一场跨越20年的算力迁移。所以，当量子计算行业的下跌让人怀疑未来，但是请记住，真正的量子革命从来不会在股价里开始，它诞生于那些没人注意的实验室，被印证在那些最小的比特间，最终改变整个世界的计算方式。而所有这些趋势最终都会汇聚成一个核心的问题：量子计算的泡沫究竟是幻想还是信仰？今年以来，我们追过 INQ 的暴涨，也经历过 RZTI 的腰斩，看过 Passive Quotation 的衍生投资，也见过 Effort Question 的 PIPE 名单里出现摩根士丹利。我们在一次次波动里问自己，这到底是科技革命还是一场幻觉？但如果你静下来看，每一个数字、每一份订单、每一次保真度的提升，都在告诉我们，量子计算的泡沫里其实藏着算力迁移的信仰。先别急着否定，我们要先学会看清泡沫的两面。没错，量子赛道的估值确实高得离谱。Reddit 的2025年上半年收入才1400万美元，市值却一度突破10亿美元。INQ 2024年亏损1.8亿美元，却在2025年拿出了超1.3亿美元的订单积压。这看似荒谬，但所有的革命性技术在破局之前，都会经历被误解的估值周期。正如特斯拉在2014年的毛利率还不及传统车企，但是资本却提前看见了能源转换的趋势。今天的量子公司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前夜震荡。要在泡沫中不迷路，我们得先学会筛选真正的成长信号。请大家重点盯住这3组数据。第一个就是保真度 Fidelity 趋近 99.9%， 它才具备算法的实用性，才能够真正的去商业化。第二个就是逻辑比特的数量，这是从物理堆叠进入到纠错计算的关键指标。现在大多数公司的比特其实就是一个原始的量子比特，它还没有进入到逻辑比特的这个地步，所以说逻辑比特是非常关键的一环。第三个就是订单与合作名单，现金流的来源最能说明从实验室到产业的距离，这些指标能过滤到95%的讲故事的 PPT 公司，剩下的就是那些真正在算力前沿筑墙的人，而真正的胜负不在当下，而在时间的那一端。量子计算的周期不是3个月，也不是3年，它可能是一场长达5年的耐心考验。但正因如此，它注定属于那些能够看见远方的人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长期价值投资者。当下一个周期来临， AI 的训练成本再度翻倍， GPU 的架构逼近极限，我们将重新回到这个命题：有没有一种新的计算方式能够突破 AI 的所有限制？而那个答案极有可能就藏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几家公司里，Reddit 的 INQ、Reflection、QUBT 和 QBTS。所以当别人看到泡沫，我们要看到的其实是浪潮。也许短期内股价还会震荡，项目还会延迟，但你要记住，每一次计算范式的更迭都会在被嘲笑中诞生。就像谷歌的 V6 芯片没有出现之前，谁也想象不到量子纠错竟然能够被解决。量子不是泡沫，而是泡沫中的信号，就像互联网时代的亚马逊、AI 时代的英伟达，他们都曾经被质疑太烧钱、没盈利，但正是在周期最冷的时候，他们在底层打磨出了改变世界的算力模型。所以当你下次看到量子赛道暴跌，媒体唱空，投资者撤离，请记住这一句话：真正的技术革命不在热度中开始，而在冷静中积叠。当人们停止讨论量子，也许真正的量子时代才刚刚开始。好，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到现在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哦。你的认同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同时也要和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们量子计算的这个专题到这期视频就结束了。那么后续如果这些公司，比如说大家关注的这些量子计算的公司出了最新的财报，我也会拿出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。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，我是 Ruby 万字拆解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咱们一起一会，下期再见。